你比星光美丽最让人上头的地方是什么？不是单纯的霸总，也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两个原本站在不同人生位置的人，在一次次并肩前行之后，慢慢发现，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有人愿意看见你的野心，也愿意陪你走过最难的那一段路。2024年的《你比星光美丽》由谭松韵和徐凯主演，一个是敢于离开舒适圈，决定自己创业的纪星，一个是事业成熟、眼光精准，同时又愿意成为他人生引路人的韩婷。当职场遇上爱情，当创业梦想撞上现实压力，这段关系也就不再只是简单的男女主角恋爱，而是一场关于成长、选择和陪伴的双向奔赴。故事一开始，纪星并不是一个已经站在顶峰的人，他有能力、有想法，也有自己的目标。可是职场上的现实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有梦想就自动为他让路。当纪星决定离开原来的工作环境，真正走上创业这条路，他面对的不是电视剧里一句加油就能解决的问题，资金、资源、人脉、团队，还有市场竞争，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新的难题。而就在这个时候，韩婷出现了。韩婷和纪星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浪漫爱情，他们更像是两个目标明确的成年人，一个需要机会，一个能够提供机会，一个正在证明自己，一个愿意给他空间。所以他们之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韩婷并没有简单的把纪星当成一个需要保护的女孩，相反，她真正看见的是纪星身上的能力。她知道他想做什么，也知道创业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给他的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我支持你”，而是在关键时刻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帮助。这种关系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比单纯的甜言蜜语更加有吸引力。因为真正的心动，往往不是来自一句“我爱你”，而是来自那一句“我相信你能做到”。纪星这个角色也是谭松韵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次呈现。她不是完美无缺的职场女强人，她会犹豫，会犯错，也会因为压力而崩溃。但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轻易认输。她可以暂时跌倒，但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自己的选择。而谭松韵的表演让纪星身上的这种真实感变得更加明显。她不是一个距离观众很远的女主角，她更像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正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普通女孩。有梦想，也有焦虑，有骄傲，也有脆弱。有时候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是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而徐凯饰演的韩婷则刚好成为了另一种力量。韩婷理性、冷静、成熟，她看事情往往比纪星更加长远。当纪星只看到眼前的困难时，韩婷会告诉他，真正重要的是未来。这种差异也让两个人的相处产生了非常强的化学反应。他们不是完全相同的人，恰恰因为不同，所以才会互相吸引。纪星让韩婷看到了激情、勇气和坚持，而韩婷让纪星明白，梦想不仅需要热情，也需要判断、布局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这其实就是你比星光美丽最核心的爱情逻辑。爱情不是让一个人失去自己，而是两个人在相爱之后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如果只看表面，这是一部职场爱情剧，但如果认真看，就会发现它真正讲的是一个女孩如何完成自己的成长。爱情只是这条成长道路上的重要部分，并不是终点。纪星选择创业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必须从一个有想法的人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带领团队的人。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不能再只为自己负责。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身边的人，而韩婷的存在也让这段成长更加特别，因为他既是他的爱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竞争者、观察者和导师。这种身份的重叠让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很多微妙的情绪。有时候他会帮助他，有时候他会质疑他，甚至有时候他会故意让他自己面对问题。对于纪星来说，这并不一定舒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真正成长起来。这也是韩婷这个角色最有魅力的地方。他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只会替女主解决所有问题的男主。如果纪星遇到困难，他不会永远站出来替他处理，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帮助不是替他走完这条路，
而是让他拥有自己走下去的能力。所以他们之间的爱情看起来很甜，但真正让人心动的，其实是那种互相成就的感觉。一个人在追逐事业，一个人在守护事业，最后两个人却发现，他们真正想守护的是彼此。当然，你比星光美丽的魅力也离不开谭松韵和徐凯之间的荧幕化学反应。谭松韵的表演有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感，她开心的时候很真实，委屈的时候也不会刻意放大。徐凯饰演的韩婷则更加克制，她的情绪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说出来，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一个很小的动作，都可能让观众开始疯狂解读。这种一冷一暖的搭配，也让两个人的互动特别有层次。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从第一集开始就进入甜蜜恋爱模式，他们之间经历了认识、合作、磨合、理解，然后才慢慢产生真正的感情。这就让观众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陪伴感。我们不是在看两个陌生人突然爱上彼此，而是在看两个成年人如何一点一点走进对方的世界。而这恰恰是最容易让观众上头的部分，因为现实中的爱情也很少是一瞬间发生的，更多时候是你在某个普通的日子里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人已经在你的生活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合作伙伴到可以分享秘密的人，从互相试探到开始真正信任，再从信任到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对方。这种感情变化比简单的霸总爱上我更加有说服力。所以当韩婷开始真正站在季星身边的时候，观众才会发现，原来他们早就不是普通的职场关系了。而季星也不再只是那个需要韩婷帮助的人，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判断，拥有自己的事业，甚至拥有了可以和韩婷站在同一个高度对话的底气。这才是这段关系最漂亮的地方。爱情没有让季星变得更弱，反而让他更加坚定。而韩婷也因为季星开始重新理解什么叫做陪伴。有时候真正高级的爱情并不是谁拯救谁，而是两个人都已经足够强大，却依然愿意为对方停下脚步。你比星光美丽之所以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也正是因为他没有把爱情完全脱离现实。梦想有代价，创业有压力，职场有竞争，感情也会有误会。可是当这些问题真正出现的时候，两个人没有轻易逃跑，他们一次次面对问题，一次次调整自己。于是爱情不再只是浪漫，它变成了一种选择，选择理解，选择信任，选择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留下来。而谭松韵和徐凯的组合也让这种感觉更加鲜明。一个拥有温柔又坚韧的气质，一个拥有冷静又克制的魅力。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夸张的动作，观众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很自然的情侣氛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会觉得季星和韩婷不像是单纯的电视剧角色，他们更像是两个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人。他们会工作，会争论，会误解，会心动，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离不开对方了。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你比星光美丽，那么也许就是真正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让你放弃星光，而是当你努力成为自己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看着你一点一点发光。季星追逐的是自己的事业与梦想，韩婷给予的是理解、支持和成长空间。他们最终走到一起，并不是因为谁依赖谁，而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以你比星光美丽真正让人心动的，并不是某一个浪漫瞬间，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陪伴。是他看见他的野心，却没有要求他放弃；是他看见他的疲惫，却没有只看到他的强大；是两个人都明白爱情很重要，但成为自己同样重要。也许这就是这部剧最温柔的地方。你可以拥有梦想，可以追逐事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闪闪发光的人，而与此同时，也可以遇见一个真正理解你的人。不是因为你需要被拯救，所以他出现，而是因为你已经足够优秀，所以你们最终能够并肩站在一起。这就是季星和韩婷的故事，从职场上的相遇到彼此人生里的陪伴，
从合